大家好，我是圣经小牧师。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深入讨论了上帝真的能够拯救人类吗？详细阐述了上帝的全能性，他的大能够解决我们认为绝对不可能的问题。然而，在更早的一期视频，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下方，我们收到了一条引人深思的评论，其中有位朋友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自古以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谜困扰着人类千百年。若鸡先出现，那鸡从何而来？若鸡蛋先出现，那鸡蛋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个经典问题似乎陷入了循环的因果推理中，让人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中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就鸡和蛋而言，鸡是从蛋孵化而来，应该是先有蛋，而蛋却由鸡而生，所以又应该是先有鸡。鸡和蛋都是高度复杂的生命体，不可能凭空自发产生，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认为要得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类问题的答案是徒劳的。然而，这个鸡与蛋的问题却常常激发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去探索宇宙和生命起源的奥秘。那么，真正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将从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根据圣经的观点，另一个是从科学依据的角度来解答。首先，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解析一下。其实，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看似难以解答，但圣经早就给予了明确的答案，先有鸡。如果你打开圣经，就可以发现答案就在创世纪的开篇，即圣经第一卷书中的第1章。请看在上帝创造的第5日，创世纪第1章第20至23节。上帝说，水要滋生众多有生命之物，要有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创造了大鱼和在水里滋生的各样活动的生物，各从其类，以及各样有翅膀的鸟，各从其类。上帝看为好的，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说要繁殖增多，充满在海的水里，飞鸟也要在地上增多。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5日。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回应鸡和蛋的问题，但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上帝最初创造的是飞禽，而不是蛋。而且根据各从其类的原则，也应该包括鸡。此外，希伯来原文中飞鸟指的是鸟或禽，因此也包括了属于鸟类或家禽的鸡。圣经明确指出，上帝创造了飞鸟，而非鸟蛋或蛋内的胚胎。另外，刚刚的经文提到，上帝还赐福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在海的水里，飞鸟也要在地上增多。所以，上帝是先创造了成熟的鸟禽，然后让它们在地上生养繁衍。因此，根据圣经的观点，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先有鸡，而不是先有蛋。同样的，我们可以再看看在上帝创造的第6日，24至25节。上帝说，地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从其类，就是牲畜、爬行动物、地上的走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地上的走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和地上一切的爬行动物，各从其类。上帝看为好的。可见，不仅是天上飞的，连地上跑的、爬行的，包括以产卵为繁殖形式的生物，都一样，都是一开始就被上帝直接创造出来的，并赋予它们独特的生命特质，而不是先创造各种动物的卵。上帝在创造各种活物的同时，也设定了它们繁殖后代的规则和方式。总体而言，圣经揭示了上帝在创造中为各类动物赋予生命，并规定了它们各自繁衍后代的原则，其中包括了鸡产蛋，但再孵化成小鸡。所以是先有鸡。从创世纪的第1章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上帝创造世界的有序性和规律性。但即使不看圣经经文，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上帝创造动物时也应该是先造鸡而不是蛋。为什么呢？各位可以试想一下，
假如你是造物主，你会选择先造鸡还是先造蛋呢？当然是先造鸡了。先造鸡的话多有趣呀，立刻就能看到可爱的公鸡母鸡活蹦乱跳了，而且这一过程更为直接和方便。经文也提到，上帝在造完它们之后，直接让它们自己繁衍增多，没有多余的步骤。若是先造蛋的话，那不还得需要鸡来孵吗？即使是上帝自己亲自创造条件让蛋孵化，这相比直接造鸡多了一道工序。因此，直接造鸡就现成多了，鸡既能下蛋，又能孵化小鸡，方便直接。上帝的作为总是简洁而不复杂，答案也清晰而明了。当然，话说回来，对于无神论者而言，要接受这样的解释可能极具挑战性。如果需要科学证据，也是可以证明的。我们也可以从科学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对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争论中，科学家们通常倾向于支持先有蛋的观点。如今此学说被推翻，对于这个世界性的问题，科学家们终于给出了结论，答案和圣经所陈述的一致，即先有鸡。在2010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沃里克大学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已成功解开这个长久以来令人困扰的谜题。研究人员们利用超级计算机对鸡蛋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鸡蛋壳的95%至98%由碳酸钙构成，其余则是蛋白质。蛋壳中所含的钙结晶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一种名为 OC17 的肌肉蛋白来促成，而科学家们发现这种蛋白质只存在于母鸡的卵巢中。正是由于这个发现，他们确认了先有鸡才会有鸡蛋的观点。在2014年，谢菲尔德大学工程材料系博士科林·弗里曼则进一步证实了 OC17 蛋白与鸡蛋形成之间的必然关系。他解释说，科学家们早前发现了 OC17 蛋白，并猜测它与鸡蛋形成有关。但经过深入研究后，我们终于了解到它是如何控制鸡蛋形成过程的。有趣的是，各种禽类似乎都有类似 OC17 的蛋白，可以催化蛋壳形成。弗里曼得出结论，没有 OC17 蛋白就没有蛋壳。没有蛋壳的话，蛋黄和保护小鸡的液体就没有容身之地。要是没有鸡卵巢中的 OC17 蛋白，就不可能有鸡蛋。所以，一定是先有鸡再有蛋。这一科学证据的揭示，成功推翻了过去关于先有蛋的观点，表明确实是先有鸡。OC17 蛋白质已被确认，与蛋的形成密不可分。同时，我们已经了解到它如何控制这一进程。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不同类型的鸟类似乎都使用类似 OC17 蛋白的蛋白质来执行相似的任务。因此，圣经的记载与现代科学常识完全相符。鸡与蛋谁先的问题，不仅在圣经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也在科学研究中呈现出一致性。因此，这个古老的问题似乎呼唤着人们相信上帝，并将信仰和科学结合，去理解生命和宇宙的奥秘。虽然上帝早已给出我们明确的答案，这也并非什么神秘的事情，但世人却将其视为深奥的问题，因此一直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然而，正是因为人们不承认上帝的创造，将这个本可以轻松解答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千古谜题。我们也发现，若拒绝接受上帝的存在，就会导致人们对于简单问题的深度思考和长时间的争议，使得原本可以得出明确结论的事情变得错综复杂，深陷无解的迷雾之中。人们在面对鸡与蛋之谜时，各种观点和研究或许能提供一时的解释，但深究之下，只有相信上帝及他的创造，才能真正解开这复杂的谜团。圣经中的记载早已揭示了宇宙和生命的创造，而科学的发现更在某种层面上与圣经相互呼应。通过信仰上帝，我们能够在不同学科的交汇处看到神奇的一致性，使得信仰和理性在共同的起源问题上达成和谐。这不仅是对个体心灵的慰藉，
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启迪。因此，面对鸡与蛋的谜团，我们鼓励大家深入思考，并在信仰上帝中找到答案，因为这不仅是对生命起源的回应，更是对我们信仰的深刻体验。在这信仰的框架下，我们能够找到超越科学和哲学的终极答案，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对生命深层奥秘的敬畏。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找到答案。若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讨论，点赞或与他人分享这期视频。你的分享有机会传播这深刻的思考和信仰启示，激发更多人对生命和宇宙奥秘的好奇心。让我们共同思考信仰与理性的奇妙交融，探索宇宙的深奥之处。愿大家在思考的旅程中，不仅能找到上帝的创造与启示，也能对生命深层奥秘有更深刻的理解。祝福你们的每一步都充满着上帝神圣的引导和智慧的光芒。谢谢大家。